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伯大尼的故事，一个特别温暖的地方。那里住着耶稣一些最亲密的朋友。你看，从耶稣第一次见到他们起，拉撒路就对他有那种特别坚定的信心。他们之间的友谊真的非常深厚。而接下来要发生的，可以说是基督所行的最伟大的神迹之一。而这一切，就是为了他所深爱的这位朋友。故事就是从一个从伯大尼送来的紧急口信开始的，是玛利亚和马大派人送来的。话很简单，就一句：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这是约翰福音11章第3节里的话。你注意他们没有说你快来治好他，也没有讲拉撒路的病到底有多重，他们只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耶稣。这短短的一句话里，其实包含了他们全部的深情和信赖。因为在他们心里，他们相信只要耶稣一听到你所爱的人这几个字就足够了，这足以触动他的心，让他知道该怎么做。你知道吗？伯大尼的这个家对耶稣来说真的是个很特别的地方。他自己常常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所以很多时候都需要朋友们的接待。你想想，当他在外面整天面对法利赛人那种充满敌意和猜忌的眼神，经历一场又一场没完没了的辩论和挑战之后，拉撒路的家对他来说就像一个避风港。在这里完全不一样，没有争论，有的只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欢迎，那种安静的理解和纯粹的友谊。他在这里才能真正的放松下来，自由的交谈，因为他知道他说的话在这里会被人当宝贝一样记在心里。可是不幸还是降临到了这个家里，拉撒路突然病倒了。故事也进入了第一个关键的阶段。当消息传到约旦河外的耶稣那里时，他接下来的反应可以说是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耶稣听到这个消息，反应出奇的平静。他对门徒们说：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这句话呢，就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第4节。门徒们听完肯定是满头的问号他们想不通，耶稣明明那么爱拉撒路，为什么一点都没有表现出他们想象中的那种忧愁和急切呢？他话里头的意思好像藏着一个比治好病更深远的目的。接下来故事的张力就上来了，因为耶稣并没有马上出发，而是选择了一段可以说是一段神秘的等待。这对所有等着他的人来说，都是一次信心的考验。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线，耶稣接到消息之后，竟然在原地又多待了2天。这个耽搁让门徒们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们觉得，要是能早点过去，对这个悲伤的家庭来说，该是多大的安慰啊！而对于在痛苦中苦苦等待的马大和玛利亚呢，这2天毫无疑问是漫长又煎熬的。他们的希望可能就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点一点的被磨灭了。这就引出了故事里的一个核心问题：他为什么要等呢？这种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延迟背后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目的？可以肯定的是，这绝不是冷漠，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、充满神圣智慧的安排。这次延迟其实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目的。首先是为了他的门徒们，他要借这个机会做一件远远超出他们想象的奇事，来兼顾他们还有些摇摆的信心。其次呢，也是为了那些心里顽固不信的犹太人，他要给出一个没法辩驳的证据，来显明他的权柄甚至能胜过死亡，证明他就是父所差来的。当然，最终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父神的名得到荣耀。2天之后，耶稣就对门徒们说：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门徒们当时没听懂这话里更深的意思，他们以为就是平常睡觉嘛，还回答说：主啊，他要是睡了，那病就该好了吧？他们不明白，对于信的人来说，死亡只不过就像一场安睡。所以耶稣就只好明白白地告诉他们：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当耶稣说要去犹太地的伯大尼时，门徒们马上就想起了那里的危险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那里的犹太人还想用石头打他呢，所以他们的担心是非常真实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被称为低土马的多马
对其他门徒说了一句充满悲情但又无比忠诚的话。这句话记录在约翰福音11章16节：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这句话就表明，就算前面是死亡的威胁，他们也下定决心要跟着耶稣一起去。故事的高潮部分来了，耶稣终于抵达了伯大尼，与悲痛中的姐妹俩相见。这场会面可以说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与期待。耶稣到了伯大尼，马大一听说耶稣来了，就急急忙忙地跑出去迎接他。他一见到耶稣，就把那句在心里重复了无数遍、充满了痛苦和遗憾的话说了出来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这是约翰福音11章21节的记载。但是，就算在这么巨大的悲痛中，他的信也还没有完全消失。他紧接着又说：“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”耶稣听了马大的话，他看着这位悲伤的朋友，为了把他的眼光从眼前的死亡引向永恒的盼望，他非常肯定地对他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这是约翰福音11章23节的记载。马大听了回答说：“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你看，他的理解还停留在一种普遍的关于末日复活的教义上，他还没明白那位赐予复活生命的主现在就站在他的面前。于是，耶稣对他说了那句贯穿古今、充满力量的话。这句记载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。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”你信这话吗？在这里，基督清清楚楚地表明，他不仅仅是将来复活的一个保证，他本身就是复活会生命的源头。他把复活这个概念从一个遥远的未来事件带到了此时此刻，一个由他亲自掌管的权柄之中。面对耶稣这个直击心灵的问题，你信这话吗？马大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回答。约翰福音11章27节记录了他的告白。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”也许在那个时候，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耶稣话里所有的奥秘，但他表达了自己最核心的信仰。他相信耶稣的身份，并且相信他有能力成就一切。就在这时，玛利亚也来了。她一见到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说着和姐姐一样悲伤的话。耶稣看见她哭，又看见跟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都在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非常忧愁。他问：“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请主来看。”然后圣经用最短的一节经文记录下了这无比震撼的一幕。耶稣哭了，他的眼泪不仅仅是为他的朋友拉撒路，更是为所有因死亡而心碎的人。他的心被世世代代人类的痛苦深深地刺伤了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了坟墓前。故事最震撼人心的一幕马上就要上演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，大家屏住呼吸，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那个坟墓呢，其实是一个山洞，洞口用一块大石头挡着。耶稣平静地站在那里，发出了第一个命令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这个命令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意义很深。他本来可以用一句话就让石头自己滚开的，但他没有，他要人来动手。这就显明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在神圣的工作中，人需要尽上自己力所能及的本分，来与神的大能合作。听到这个命令，一直很务实的马大立刻就提出了反对。约翰福音11章39节记下了他的担忧：“主啊，他如今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”他的话充满了人性的现实和恐惧，他不想让大家看到那已经开始腐烂的遗体。然而，也正是这句充满现实感的反对，从反面为即将发生的神迹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，彻底排除了任何虚假或者只是昏过去的这种可能性。面对马大的疑虑，耶稣用一种温和但又坚定的语气提醒他。约翰福音11章40节记录了他的话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”
这句话再一次把人的信和看见神的作为直接联系在了一起。人的怀疑和我们眼中那些不可能的事，并不能拦住全能者的工作。在他面前，真正的谦卑就是毫无保留地相信他的话。当大家把石头挪开之后，耶稣举目望天，祷告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”他特意大声的祷告，目的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人，就是要向他们显明他与父神之间那种真实无间的关系，证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源于父。祷告之后，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所有人都屏息凝神，眼睛死死盯着那个黑漆漆的墓穴洞口。就在这片寂静之中，耶稣用一个清晰、响亮、充满权柄的声音，向着死亡的沉寂发出了命令。约翰福音11章43节记录了这句命令：拉撒路出来。这声音穿透了死亡的阴霾，直接进入了死者的耳中。话音刚落，那沉寂的坟墓里就有了响动。那个死了4天的人，身上还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，竟然活生生地走了出来，站在了墓门口。所有人都惊骇不已。耶稣随即平静地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这个发生在伯大尼的故事，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思考。当我们的人生面临那些就像被巨石封住，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坟墓时，那块挡在我们信心面前必须被挪开的怀疑之石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也许只有挪开它，我们才能亲眼见证那超越我们理解的神的荣耀。